上一集我们聊到司马氏族的崛起，司马懿连续熬死曹魏3代君主，最终由后代司马炎分3世之余列，废魏自立，建立晋朝，是为晋武帝。司马氏族是如何废魏，最终夺得天下，这里就不做阐述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翻上一期的视频。时年30岁的司马炎即皇帝位后，第2年就开始着手立储的相关事宜。30出头，正是春秋鼎盛之时，还远没有到退休的年龄。甚至连他父亲司马昭的3年丧期都还没过，就火急火燎地欲立储君。明知儿子司马衷的能力不足，智力还有些问题，可却执意要立他为嗣。为什么司马炎要如此着急立储？甚至明知太子妃贾南风性情暴戾，手段毒辣，却仍旧选择贾南风，这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西晋朝初立时的政治环境。公元265年5月，司马昭正式确立嫡长子司马炎为世子。同年8月，司马昭暴毙而亡，终年55岁。等于说，司马炎只接受了3个月的储君系统性培养，就继承了其父的相国职位和晋王爵位，总揽全国军政大权。同年12月，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，即位为帝，建立西晋。司马炎从被立为世子到即皇帝位，仅不到1年的时间。但他作为嫡长子，这继承人的位置来得并不容易。由臣到君的转变也并未顺风顺水。上一期视频我们讲到，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没有子嗣，二弟司马昭将自己的小儿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。司马师把这个孩子视为己出，甚至去扬州平叛也都带着司马攸同行。司马师是司马懿的嫡长子，也是废曹魏的关键人物。如果司马师能活到司马攸成年，那基本上也就没生父司马昭什么事了。晋书上记载了司马攸从小就受宠，不光司马师疼爱他，连祖父司马懿和生父司马昭都疼爱有加。司马师病逝后，司马攸袭封武阳侯，这个武阳侯是祖父司马懿曾经的爵位。生父司马昭每次见到这个孩子，都会抚摸着椅子说道：“此桃符作也。”司马攸的小名就叫桃符，言外之意，司马昭是有想法的，将来有可能要传位给司马攸。司马炎和司马攸是胞弟，司母王元姬是曹魏司徒王朗的孙女。这个王朗你们听名字估计很陌生，但这个名场面你们肯定熟透了。2人都是山东老乡，一个在洛阳为官，一个在成都做2把手。诸葛武侯是如何骂死远在洛阳的山东老乡的呢？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里是真能肆意发挥。王元姬8岁时就能诵读《诗经》和《论语》，15岁时就嫁给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。王元姬一共为司马昭生育5子1女，其中3个儿子都幼年夭折，最后只剩下司马炎和司马攸以及京兆公主。司马炎发尾帝，受过膝，非人臣之相。弟弟司马攸性孝友，多才艺，为人亲和平允。兄弟俩都是司马昭的嫡子，面对亲弟弟无时无刻的威胁，司马炎倍感焦虑。为了夺位，司马炎甚至降尊于贵，直接登门拜访拉拢司马昭的心腹要臣，最终力敌，以长不以贤，悬而未决的储君位置，在司马昭病逝前3个月确定了人选。2年后，生母王元姬病重，去世前仍忧虑他们胞弟手足相残，不断叮嘱已经登大位的司马炎。及太后临崩，亦流涕谓帝曰：“桃符性急，而汝为兄不辞，我若遂不起，恐必不能相容。以是属汝，勿忘我言。”最终司马炎胜出，登基后，胞弟司马攸暂时已经构不成威胁了，但司马攸在朝野的威望仍然很。晋武帝害怕自己哪天身后，胞弟司马攸仍然会对自己后代构成威胁。司马家标榜以孝治天下，司马炎不能违背文明皇后病榻前的叮嘱，所以对武帝来说，越早给自己确立继承人，就能防微杜渐，阻断朝臣对于齐王司马攸一切幻想，防范皇位继承权落于宗室旁支之手。司马炎有26个儿子，其中肯定不乏有智商优秀、能力出众之子，可为什么却偏偏选择了智力不太正常的司马衷？作为一位开国君王，难道他这么一点判断能力也没有吗？显然晋武帝有他更深层的考虑。晋武帝虽然有26个儿子，但嫡出的只有3个。老大司马轨早年夭折，老二司马衷智力有些愚钝，老三司马简沉着聪明，有胆识气量，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人选。但晋武帝不敢也不能立老三司马简为储君。司马简虽为嫡出，武帝登基的时候他才5岁，上面还有个8岁的二哥。晋武帝如果弃长立幼，那齐王司马攸不就也可以名正言顺了吗？这可是武帝的心头之患，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利剑。何况立储的时候司马衷才10年8岁，在武帝心里，
何尝不会幻想儿子长大以后，万一变正常变聪明了呢？所以对于晋武帝来说，司马衷是唯一的人选，同时也是告诫那些庶出的皇子以及嫡出的幼子，不可有非分之想。之后更是特意下诏书规定，各藩国非嫡庶之子不许争位。这一切操作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地位的合法性。司马炎的地位是分3世之余烈，最后禅让而来的。纵观历史，但凡这种不通过战争的改朝换代，新政权或多或少都会有种得国不正的自卑感。外加司马氏弑君遭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，没有士族的支持，司马家如何建立基业？武帝登基之初，西晋中枢政治势力不稳，各大氏族多来自曹魏的功勋元老。高平陵政变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司马炎从臣到君，从氏族到皇族的转变，这背后司马氏与各世家大族有着多少权力交易？司马昭的暴毙，留给司马炎的也就只有父亲的几位旧臣。晋武帝即位后，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缺少自己的政治基础，这就势必要去拉拢和防范其他宗室和氏族。对皇族来说，最直接的拉拢手段就是和亲，把利益捆绑在一起。西晋开国之初，庙堂之上有2党相制衡，其中一派是以贾充为代表，另一边以任恺为核心，两派之间势如水火。而晋武帝在自己的势力还没完全建立之前，就必须要依赖这2派系中的重臣，结缘强族，以巩固政权。储君的人选确定之后，武帝就开始物色太子妃了。而恰在此时，太史6年，河西鲜卑突发树基能在凉州反晋，次年树基能又连续击杀2任凉州刺史，武帝寝食难安。这时候任恺嗅到契机，出了一手阴招，欲将贾充排挤出中书。于是在武帝面前进言：此事件须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镇抚之，谁可者，首推贾公也。武帝虽任命贾充出镇关中，武帝为什么会同意让贾充出镇呢？因为贾充与原配李婉之女贾褒是齐王司马攸的正妃，贾充是扛着齐王司马攸岳父的身份在朝为官，贾充在朝中的势力也实最大，但态度却很不明朗。司马炎肯定是有所猜疑的，私以为武帝也正是借此机会敲打贾充，要么离开中书出镇关中，要么一心一意抱紧武帝的大腿。贾充完全没有料到对手会出这么一招，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应对之策。之后求计于荀彧，颍川荀氏出奇事。当年曹操身边的荀彧和荀攸叔侄俩是何等厉害的人物。颍川荀氏与河内司马氏本就渊源颇深，荀彧是中书监加侍中，常年待在武帝身旁，皇帝有什么难解之事和想法，他们多少也能嗅到一些风吹草动。于是荀彧给贾充献上一计，建议贾充想办法尽快和武帝联姻。按照礼制，太子纳妃需要一大堆繁杂的仪式，其中太子妃的父亲必不可少。如此一来，他便有充足的理由留在朝廷。这实际上就是在拉拢贾充，让他选边站。贾充为了能留在朝廷，于是开始为嫁女四处走动。首先是贾充之妻郭槐，郭槐是贾充的续弦，贾充的原配是曹魏中书令李丰的女儿李婉，二人育有2女，贾褒和贾玉。其中贾褒是齐王司马攸的正妃，后来李丰因谋废司马师，被司马师用刀把上的铁环活活锤死。女儿李婉受牵连，被流放于乐浪郡。之后贾充另娶了城阳郡太守郭沛的女儿郭槐，又生下了2个女儿，大女贾南风和幼女贾武。这个郭槐生性暴戾，妒忌心极强。贾充和郭槐先后生育过2个儿子，皆因郭槐生疑贾充与孩子的乳娘有染，先后2次鞭杀乳娘，导致2个儿子受惊吓先后夭折，贾充也就此绝嗣，基因是很强大的。郭槐所生的2个女儿同样彪悍，贾南风就不用说了，幼女贾武不仅妒忌，更是生性风流，怀香记，函授偷香，说的就是此女。后来武帝登基，天下大赦，原配李婉得以回京，武帝特准许贾充治左右2夫人，2人皆为正妻。贾充肯定高兴乐意，但郭槐不许，李婉也同样不愿意。贾充惧内，不敢当2夫人圣礼，只能婉言谢绝武帝。但其王妃贾褒却希望自己的生母能回归正位，郭槐为了能与之抗衡，于是花巨资讨好太子的生母武元皇后杨艳，希望能撮合太子妃一事。武元皇后杨艳，东汉世家大族弘农杨氏，曹魏通侍郎杨文宗之女。弘农杨氏于东汉末年时期趋于衰落，之后更是遭到曹操的猜忌，比如那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杨修，就是被曹操随便找了个借口给诛杀了。弘农杨氏家道中落，当年司马昭给司马炎选择杨艳，可以看出司马昭是有意抬升弘农杨氏为己所用。但晋初时期，弘农杨氏的实力仍旧很弱，所以武元皇后杨艳
肯定也希望能结以贾充这个强族，进而巩固司马中的太子之位。其实史书上记载，最开始武帝相中的是魏冠之女，但武元皇后坚持主张立贾充女为妃。《晋书》里记载，武帝是这样评价两家女子的：魏宫女有五可，贾宫女有五不可。魏家种贤而多子，美而长白；贾家种妒而少子，丑而短黑。武帝一开始是倾向于魏冠之女。魏冠当年助司马昭平定邓艾和钟会之乱，西晋朝建立后，因功进爵栽阳公，领太子少傅。武帝希望这位太子的老师能够结缘为后妻，日后尽心竭力辅佐不太聪明的太子。哪晓得这老小子虽然领太子少傅，但对太子却不甚满意，觉得司马衷难担社稷重任，遂多次欲向武帝进言，但欲言又止。冠美欲陈起废之，而未敢发。之后在一次酒宴上，假借酒醉，手抚帝床曰：“此作可惜。”武帝非常清楚魏冠口中的可惜二字是何用意，为缓解尴尬，只能说公真大罪耶。照理说魏冠不是一个愚钝之人，他出身书法世家，文武之才，连续干掉姜维、邓艾、钟会，历任青州、幽州刺史、征东大将军等职，怎么可能会如此鲁莽行事？史书上没有细说司马衷的智力水平，只是记录了官司蛤蟆和何不食肉糜这两则故事。私以为魏冠身为太子少傅，常年教育太子读书，如果储君的素质涵养没低到一定程度，这老小子也不至于打自己的脸，主动进言废除。此举也为他日后招来了杀身之祸。经此一事，武帝甚是不满，之后强迫樊昌公主与魏冠之子魏宣离婚。魏冠得知后告老逊位，所以在荀彧等陈宫和武元皇后的推波助澜下，武帝半推半就，最终选择了与贾充联姻。之后借口京师大雪，军队无法开拔，加上皇储当昏，免除了贾充的出阵之命。其实我们细想一下，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当荀彧给贾充献计之时，武帝心里其实就已经有了主意。你想啊，一代开国君主，怎么可能会因为皇后和陈宫的几句鼓唇弄舌，就那一个连自己都一脸嫌弃，既无容貌又无妇德之女为东宫女主？武帝这是以出阵相要挟，敲打一下贾充，让贾充自己选边站。两个女儿，一个齐王妃，一个太子妃，孰轻孰重？贾充一开始本打算将小太子1岁的小女儿贾武嫁入东宫，由于贾武年纪才12岁，个子太小，无法撑起礼服，退而求其次，临时决定改为时年15岁，大太子2岁的贾南风出嫁。次年2月，也就是公元272年2月，贾南风被册立为太子妃。19岁时入主东宫，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皇族人生。此时太子虽然已大婚，也有了强大的后期背景，但朝中围绕储君人选的争论并没有休止。公元274年，也就是太子大婚后3年，太子的生母武元皇后杨艳病逝，时年37岁。当年为了迎娶贾充的女儿，皇后杨艳出力最大。病危时，胡贵嫔胡芳得宠。杨艳担心自己死后胡贵嫔入主后位，太子地位不稳，便头枕着武帝的大腿上，说服武帝册立其叔叔杨俊的女儿杨芷为后。杨芷毕竟不是太子生母，在各方面上肯定没办法与杨艳等同。公元276年，武帝一度病重，河南尹夏侯和公开问贾充亲二女婿、亲叔等耳，立人当立德。贾充沉默不作答复。贾充含糊不清的中立态度让武帝很不满意，于是夺了贾充的兵权，但仍然对他加官进爵，以示尊崇。武帝为了除掉齐王司马攸这个隐患，不断拔高后期杨氏的影响力，同时又削弱宗室和元氏族的力量。公元282年，贾充去世，支持太子司马衷的力量再次被削弱，换处的声音又开始浮现。武帝在荀彧和冯胆的建议下，下诏命司马攸都督青州诸军事，并救国。此决定遭受到其他群臣的极大反对。司马攸不愿离京，请求留守生母文明皇后王元姬的陵墓，但武帝不准。多位重臣站出来替齐王求情，皆被武帝否决和外放，其中包括张华、王浑和杨秀等重臣。司马攸愤恨升级，病情恶化后，武帝仍催促其尽快启程救国。次年，齐王司马攸呕血而亡，终年37岁。贾充死后，随着太子妃贾南风的不断成长，慢慢的，他成为了贾氏这一派核心力量。但贾南风生性残酷暴虐，因嫉妒而手杀数人，这让他险些被武帝废除。经荀彧和皇后杨芷等人合力周旋，才保住了贾南风太子妃的地位。皇后杨芷常严厉地告诫贾南风，要他自知悔改，但贾南风深疑此事与皇后杨芷有关，遂怀恨于他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西晋朝内宗亲、外戚、士族大家
各大派族盘根错节，相互制衡又相互扶持，都有各自的利益所求。武帝后期这几股势力里，后期的力量最猛。齐王司马攸被逼死后，汝南王司马亮接任其职。司马亮是武帝的皇叔，但能力远不及司马攸。经齐王救国一事后，元宗亲和氏族力量遭受打击，外戚杨氏慢慢掌权。太康末年，随着武帝身体日益病重，他越发不放心太子的地位，更是担心皇孙司马昱被太子妃迫害，遂将他直接领进宫培养。武帝在弥留之际，仍不放心宗室藩王，仍不忘制衡布置。公元290年，武帝命秦王司马简、楚王司马玮和淮南王司马允等宗亲镇守要地，同时又让外戚杨俊来反制原有救世族。楚军之争虽已结束，但武帝没有料到，他费尽心机为不会的太子铺设道路，结果不但没能给继承人一个稳固的局面，反而将自己的王朝和百姓拖入到万丈深渊。公元290年，晋武帝司马炎病逝，时年55岁。每个胆小懦弱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不怕事的女人。磨练了18年的太子妃携手太子登上了大位。西晋朝最腥风血雨的时刻即将来临。